我们这3个区域的伤口，从耳上、耳前到耳后，大家长期去追踪耳后的伤口最容易变成这个，有没有恐怖？事实上，耳朵后面的伤口是最容易产生疤痕，所以能够不用尽量不用。现在有很多在讲拉皮的论文都在提倡尽量不用耳后的伤。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，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；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，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。记得，没效的才是最贵。想做要找真专业。Hello， 欢迎收看今天的打破医美妙思。请问拉皮的伤口在耳上、耳前、耳后哪个好？短伤口可以修皮吗？在一般对过去拉皮的印象就是这样的一个伤口，伤口从发际这到耳朵这，这叫耳前，这叫耳上，也叫做发际的伤口，然后到耳后。在过去大家对拉皮的伤口印象就是得要这么大。我给大家一个观念，伤口越大，对医生而言越简单，看得到的比较对，比较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对医生方便，可是对病人而言当然不方便。伤口越大，对你越长，疤痕就大。简单讲，如果你10年前找我，我也是用这样子的伤口，因为难度比较简单。所以伤口越小，它难度越难，它需要有更多的经验，然后让病人伤口小，复原快，让求美者他可以不用担心疤痕的问题。我们伤口一定得要这么大吗？其实大家弄错了，伤口这么大只是医师方便，因为伤口小，像对我而言，我得要带显微镜去做，要做得更精细。那真正一个好的有效的拉皮，绝对不是以伤口大小来评估，而是2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就是你有没有做到3层次：浅层的皮肤跟皮下脂肪，中间的筋膜跟深层的筋膜室或是脂肪垫，然后你有没有跨韧带？什么叫跨韧带？就是你不是只单单拉侧脸，你内侧脸这个地方，你有没有真的拉到？我之前说过，我们的脸这里有韧带，有韧带，有韧带。如果这个韧带你没有真的把力量传递到这里来，只拉外面，你的法令纹会改善，你的嘴边肉改善都很有限，这才是真的关键。首先，很多人他会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说伤口藏在耳朵后面不是最好，不是最不容易看到吗？事实上，耳朵后面这个地方的伤口，它可以拉到的范围这一块。这一块，如果你这个地方这个位置比较松，皮真的比较多，那我们可以考虑从耳朵后面拉。不然，其实很多人想说，那我把伤口藏在耳朵后面，我们可以拉前面，其实那个效果非常的弱。比如说你今天做八爪，那伤口是藏在耳朵后面，它从耳朵后面这个地方弄一个钩子进去拉，那维持的时间也就只有2-3年而已。说那你干脆发线就好了，而且这中间有将近10个月的时间，你脸摸不到那个板子，所以我很不喜欢做这样的一个手术，因为效果没有特别好，是会造成一些困扰。你自己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，你自己用手拉，你拉耳朵后面，请问你这里改善幅度大吗？不大，因为被耳朵挡住了，被这里的韧带挡住了，它力量很难传递过去。这个韧带叫 PAF， 所以我们看这个图，伤口在耳后，它只能拉到这样而已。很多人会误会耳朵后面的伤口比较不会被发现。我们这3个区域的伤口，从耳上、耳前到耳后，大家长期去追踪耳后的伤口最容易变成这个，有没有恐怖？事实上，耳朵后面的伤口是最容易产生疤痕，所以能够不用尽量不用。现在有很多在讲拉皮的论文都在提倡尽量不用耳后伤，因为耳朵后面这个地方它的皮肤很薄，它呢能够承担的张力比较弱，所以当它有伤口的时候，它要增生很多的纤维，让它伤口愈合就会变厚。所以耳后反而他们去追踪1000多个，然后追踪3年、5年甚至10年，然后反而耳后面是大家最不满意的。你看耳朵后面很容易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，所以千万不要弄错了。首先，它效果不好；第二个，它其实疤痕才是最可怕的。在过去很多人他在拉皮的时候，他喜欢把伤口切在发际前面，切在这个发际前面，这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切在发际前面吗？简单吗？对，因为简单。但你想想看我们切在这个地方，他这里剪皮，他就觉得这样可以做一个拉皮。可是这有很大问题，有一些研究是说，你如果伤口切在发际这个地方，疤痕后来虽然不太会像耳后这样增生，可是它这里是最容易会变宽的，因为这个地方张力很容易变宽，而且有一个问题。太阳穴这个位置的头发，它一定是往后面长，所以除非你盖住它，你只要头发往后这个疤，或是在这边，它就变得很明显。所以这只是为了医生简单做方便做，可是对病人也是好事。所以太阳穴这个地方，如果你真的要做伤口，我们要藏在头发里面。问题来了，
那你为什么不把所有的伤口藏在这，一定要用这里呢？这里面有一个关键，如果我们做所谓的新式郁金香，它是一种2层式的拉皮，它不像耳廓3层次可以做到3层，这个郁金香只能做2层，因为一个问题，我们这个地方是颧骨，你的伤口藏在这，我们在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做到皮跟筋膜，可是筋膜下这个地方被这个骨头挡住的状况下，我们很难做到更深，所以它相较于耳廓镜也是3层次，它少了1层，对它维持时间当然会短一点。它是想要很短的恢复期，7到10天你就可以出来见人了。那你也没严重到像有一些人就是非常厉害，但是你又不想要拉线，即使我们可以维持1年半2年，有些人觉得还不够长，那就可以用这个。但是如果你更厉害一点，你还是得要耳廓减盐3层次，因为从这里你才有办法真的彻底做到皮肤、筋膜还有筋膜下。那我们的方式在亚洲人最适合，而且我们的伤口缩得很短。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，伤口短效果会比较差。很多人的概念就是伤口长，不是可以剪的皮多。像我好吗？我就说最重要的并不是剪得多，最重要的是你3层都有复位。如果你今天只是靠着剪皮多，你只是靠着硬把皮盯着，硬把皮在那边撑着，这是不对。底下根本没有真的把它复位，很僵不自然，没有意义。那个效果1、2年就没了。重点是你有没有3层做，重点是你有没有跨韧带把力量做一个传递。这里有一篇研究，它有趣的地方是，他找了5对双胞胎姐妹，一个双胞胎它叫做长伤口，另外一个是短伤口，然后就去追踪，它的结论是短伤口跟长伤口，你有彻底做到每一层，它效果是一样。有一个地方不一样，它伤口小，恢复期短；它伤口小，疤痕不是问题；长伤口它疤痕就是个问题。所以拉皮这个观念一定要改，重点不是长伤口，长伤口只是医师方便手术，对你而言是不方便。小伤口比较复杂，比较不好做，但是经验够多，结果构造非常熟悉，那不是问题，都可以做得更精细，然后伤口小。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这个新的观念，千万不要再停留在过去10年、20年前那种拉皮的观念，不然你可能做了伤口很长，效果不好，不是很惨吗？因为没效才是最贵的，想做就要找专业。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，欢迎在我们的微博、脸书或者是 Instagram 啊，这些都可以留言问我们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直接用你的脸书或者是微信的这个代码、这个 ID， 也可以找到我们，可以直接跟我们对答。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不错，分享给你的朋友，然后跟我们的小编说，他们会把我这本书的电子档给你，那里面有讲了很多脸部的一些结构概念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，拜拜。